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这次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始作直树先生所著的《不执着于长寿，献给想要幸福的活到最后一天的你》这本书。这是一本教您如何优雅变老、自在生活、不被焦虑牵着走的心灵指南。全书读完，有一种心被轻轻放下的感觉。以下是我从书中得到的深刻启发与思考。第一，人生后半场最重要的不是活多久，而是活得像谁。书中反复提到一个观点：长寿不是目的，只是结果。真正决定人生价值的，是我们怎样活，而不是活了多少年。这句话乍听简单，其实极具力量。现代社会不断宣传人生100年，高龄也要保持活力，延寿技术的进步等等，让人很容易把活得久当成一种目标。而作者却提醒我们，我们出生时，并不是为了比别人活得更久，每个人的寿命不同，本来就没有可比性。我们真正带得走的，不是金钱、地位、学历、成就，而是自己的学习、体验与觉悟。这一点对我触动特别大。人生前半段，我们花了许多时间追求能被看见的成果，人生后半段，我们才会慢慢意识到，真正重要的往往看不见。和家人共享的一顿晚餐，散步时突然觉得空气很好，原来自己还能爬这段楼梯。对某个瞬间生出的感激，看清了自己的心，放过了自己。这些看似微小，却比任何可量化的成果来得深刻。人生的重量，不在年份的长度，而在体悟的深度。第二，角色应该由自己定义，而不是社会给的。人必须成为自己生活的主角，而不是被环境推着走的配角。在过去，我们常常承担被赋予的角色。年轻时体力好，责任重，为了生计不得不付出。我们往往无法抗拒外界给予的角色，但随着年纪的增长，责任逐渐减少，经验不断累积，我们更有资格回头问自己：我真正想承担的角色是什么？我想在余生中扮演什么样的自己？书中举例熟年离婚与分居，表面看是负面事件，但作者却指出，他们反而体现了主动选择自己人生角色的觉醒。人不必只扮演一个角色，我们可以在生活的不同角落，找到让自己快乐的小角色。社区里每天主动打扫落叶的人，在车站默默引导迷路旅客的人，陪伴邻居孤老聊天的人，家门口做花草管理的人，在学校路口守望孩子的人。这些角色可能微小到没有人注意，但正因为不是义务，不是任务，不是必须，他们才有意义。书中说，角色不是服从，而是从心中萌芽。我非常喜欢这句话，因为它提醒我们，人生的价值不必靠外界赋予，而可以靠自己创造。第三，不要把人生变成倒数计时，千万别数还剩多少年。作者把最精华也最反传统的一句话放在这一章：我从不想明天，明天是否存在，没有人能保证。真正重要的是今天。这与现代流行的逆向计划人生，以终为始，把人生当项目管理的思维截然相反。我们常常为未来担忧，担心老后生活，想象几十年后的自己，计算存款能撑几年，规划退休后的每个步骤。但作者完全不认同这种倒数式人生，他甚至说，想得太远，只会被未来束缚。这一点非常震撼。他的观点并不是否定理财或规划，而是提醒我们，过度关注未来，会失去享受当下的能力。就像跑马拉松那段著名的比喻，如果你一直想还剩几公里，那你永远不会跑得轻松。抬头看看风景，您才会发现路本来没那么难。人生也是如此，我们越是倒数，就越觉得累。与其担心还有多少年可以活，不如把眼光放在今天。今天能散步，这是恩赐；今天还能吃自己喜欢的东西，这是恩赐；今天还能看夕阳，这是恩赐；今天还能和朋友聊天，这是恩赐。书中提到，身体能动这件事永远不是理所当然的。
读到这里，我忽然意识到，很多事情不是我们必须做什么，而是能做已经是幸运。这是一种彻底不同的生命观。第四，适度不方便才是真正让人活着的方式。这是我觉得全书最有趣、最接地气的部分。作者提出一个非常反直觉的观点：过度便利会让身体和心灵迅速退化。道理很简单，坐电梯太习惯，腿就会变弱；暖气空调全自动，身体温度调节能力下降；机器人帮做家务，活动量减少；想走哪就有交通工具，走路机会变少。便利的副作用就是，我们越来越不需要动，也越来越不会动。摔倒并不是老化的必然，而是不活动的必然。于是，作者提出一个非常温柔也很实用的建议：刻意制造一点点不方便，例如电梯改走楼梯，公交提前一站下车，超市不要一次买太多，让自己常走动，自己动手做小家务，烧开水不要用全自动，用脚、用眼、用手多移动。这些看似琐碎，却是老年生活最重要的自立训练。便利不等于幸福，适度的不便反而让身体保持敏锐，身体动一点点，心灵也会活过来。读到这里，我突然理解了一个深刻的道理：让生活100%便利，是夺走人类活着的感觉。生命本身就是需要一点点用身体体验世界的艰辛。第五，只要活着，就要享受当下，因为死亡随时可能到来。作为急救医生，作者看过太多人，昨天还看起来好好的，今天就不见了。他不是用恐吓，而是用一种最真实的提醒：未来不确定，所以不要把生命浪费在忧虑未来。这让我想起一句话：忧虑并不会让明天更顺利，只会让今天变得更难熬。很多人以为活得长就等同于幸福，却忽略了一个严肃但必须面对的真相：人生随时可能结束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不在当下尽量让自己快乐？为什么要为了一个不确定的未来，牺牲确定的今天？为什么要把今天的好心情交给未知的担忧来破坏？作者说，梦想很好，但不需要把未来想得太远，真正能把握的是现在这一秒。阅读到这里，我也开始扪心自问：我有没有太担心未来而忘了享受今天？我有没有太多等以后再说的愿望？我有没有因为害怕而拒绝体验现在本应能拥有的快乐？这部分让我深受触动。第六，接受自己的寿命，怀着感恩活着。死亡并不需要恐惧。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死亡，这并不是沉重的章节，反而是全书最轻松、最温暖、最能让人释怀的一段。作者说：放心吧，没有人会死不了，死亡没有好坏之分，每个人都会顺利迎接生命的终点。过去我们因为害怕死亡，所以拼命抓住各种东西，地位、财富、形象、控制欲，期待别人如何看自己。但这些东西都带不走，能带走的只有一个：我们这一生的体悟与感恩。读到这里，我突然觉得人生变得非常温柔。活着是幸运，死亡是自然，不必强求，不必比较，不必执着。人生在每个阶段都有其意义，死亡不是终点，而只是生命流程中的一个阶段。作者看过太多急救现场，越是见过死亡，他越是珍惜活着的每一刻。这种对生命无畏、对死亡坦然的态度，读起来反而让人感到安心。这不是一本告诉您答案的书，而是一本让您看见自己的内心的书。不执着于长寿，献给想要幸福的活到最后一天的你。看似是讨论老后生活、体力衰退、死亡与寿命，但实际上，他讨论的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避免的问题：如何活，活成什么样，如何面对自我，如何放下焦虑，如何在有限的人生中获得自由。书里没有激烈的语言，没有夸张的情绪，只是以一种极其平静的语气，轻轻告诉读者：你已经做得很好，不必强求，不必与人比较，不必担心太远的未来，现在这样就足够。
好好活在今天，用自己的方式，慢慢成为自己。这是一本会让人读着读着就想深呼吸，心慢慢静下来，脸上出现微笑的书。也许这就是作者真正想传递的礼物，把人生交还给自己，带着感恩，带着温柔，带着觉悟，活出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